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1日星期四，佛历7月下11，万象中雨转大雨，25到30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外汇牌价、股市行情、黄金报价、燃油价格以及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836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6基普，涨幅 0.03%。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71.4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0.12基普，跌幅 0.02%。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213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2基普，涨幅 0.06%。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昨日老挝证券交易所大盘呈现窄幅震荡，微幅收涨态势，综合指数早盘以 1310.40 点小幅低开，盘中虽一度下探至今日低点 1293.39 点，但随后获得支撑震荡回升，最高触及 1317.53 点，最终大盘收于 1313.10 点，微涨 0.31 点，涨幅为 0.02%。昨日全天交易量为78万2300股，总交易额达12亿7668万0500基普。从个股表现来看，市场多空博弈激烈，整体呈现分化格局。萨万尼表现最为亮眼，昨日大幅上涨110基普，收盘报3440基普。浦西开发与老挝石油也分别稳步上涨20基普和10基普。权重股外贸银行与老挝电力双双遭遇抛压，均下跌20基普，分别收于2480基普和2280基普。老挝农业和万象中心也分别走低40基普与30基普，包括马哈腾、老挝水泥、东盟租赁、中老证券以及联合发展银行在内的其余多只个股，昨日交易低迷或未见价格变动，均以平盘报收。总体而言，昨日大盘在权重股走弱的压力下，得益于部分中小盘个股的活跃表现，最终艰难微幅收红，市场观望情绪依旧较浓。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黄金银行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674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下跌75万3000基普，跌幅 1.59%。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市各加油站执行6月10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2762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31300基普。相较于上一次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本轮调价柴油价格下跌800基普，跌幅 2.81%， 普通汽油价格上涨270基普，涨幅 0.87%。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1. 国家主席视察占巴塞省索塞榴莲园。6月10日，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赴占巴塞省巴松县视察索塞榴莲园，占巴塞省委书记阿伦塞孙纳拉陪同。视察期间，原主派万塔马翁与老挝榴莲商会成员埃拉万拉巴迪汇报称，该园占地13公顷，种有金枕头、猫山王等2000株榴莲，年产100到140吨，目前已加入商会，并与中方出口公司签约，全省榴莲种植面积近4000公顷，6家出口企业已通过中国海关检验。通伦西苏里主席高度赞誉该园榴莲成功出口中国，要求其保持高质无公害标准，带动本地就业，并嘱咐各级部门提供技术支持，助推榴莲产业发展。2. 总理拜会越南国家主席苏林。6月9日下午，总理宋塞西潘敦在河内拜会了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宋塞西潘敦转达了通伦西苏里主席的亲切问候，并感谢越方长期以来的宝贵支持。双方高度评价了两国全方位合作成果，尤其是两国元首成功互访及老越合作委员会第48次会议成果的落实。双方同意进一步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国防安全与教育合作，并紧密筹备2027年老越建交65周年及老越友好合作条约签署50周年庆典。苏林对宋塞西潘敦访问越南表示欢迎，并敦促两国总理密切配合，推动战略合作项目落到实处，造福两国人民。3. 沙湾拿吉省警方捣毁一处电信诈骗窝点。6月10日，沙湾拿吉省公安指挥部联合省人民检察院等部门对凯山丰威汉市的2处可疑窝点进行突击搜查，
警方在现场成功抓获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嫌疑人共94人，含4名女性。经查，涉案人员共来自7个国家和地区。行动中同时缴获了大量电脑和手机等作案工具。目前，老挝警方正依法对该案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审讯。4. 外交部副部长出席东盟高官系列会议。6月8日至9日，外交部副部长彭沙万、希苏拉率团在马尼拉出席东盟高官会及相关会议，筹备7月的第59届东盟外长会及对话伙伴国会议。会议期间，各方审议了东盟共同体愿景2045落实进展。在东盟地区论坛高官会上，各方同意深化粮食与能源安全、人工智能、数字化转型等领域合作，重申东盟中心地位，并就网络诈骗、跨国犯罪等国际热点交换了意见，为7月的外长会打下基础。5. 沙耶武里省南营国际口岸建设进度超 60%。6月9日，公共工程与运输部住房与城市规划厅厅长本塔安纳温率团实地督导沙耶武里省营县南营国际口岸建设工程。据开发商汇报，该口岸占地 7.17 公顷，由上海建工集团负责承建，总投资额约672万美元。项目预计2027年2月17日竣工，目前工程进度已达 60.55%。本塔安纳温厅长对整体进度给予肯定，并要求承建方严格把控建材质量与施工标准，确保布局合理及工程的可持续长期使用。6. 农业促进银行2025年总资产突破20万亿基普。近日，老挝农业促进银行在万象举行年会，董事会主席彭沙万塞纳宽主持会议。报告显示，农业促进银行在2025年表现亮眼，总资产达 20.196 万亿基普，同比增长 61.38%， 存款和贷款余额分别超额完成年度计划的 138.28% 和 136.75%， 税前利润达 3113.4 亿基普。2025年，农业促进银行推出了网上银行、国际卡及西联手机收汇等多项数字化服务。2026年，农业促进银行将携手政府部委构建现代金融生态系统，深化国际结算合作，全面提升网点形象与服务社会的能力。7. 萨那坎县警方公开销毁巡逻查获的60公斤卡通叶。6月8日，万象省萨那坎县公安指挥部举行仪式，公开销毁了近期查获的60公斤违禁卡通叶。副县长蓬佩乌多米塞及县公安指挥官布阿考古交中校等官员出席。这批卡通叶由萨那坎县警方于5月14日在湄公河沿岸截获。警方初步研判，此案为国内不法分子企图利用机动船通过湄公河从境外走私卡通叶入境销售，在运输途中遭遇执法人员巡逻后弃货潜逃。8. 沙湾拿吉省一半挂车在事故高发弯道侧翻。6月8日，沙湾拿吉省塔旁通县的更盖弯道路段发生了一起半挂货车失控侧翻的交通事故，一辆大货车在过弯时失去控制，翻倒在路基一侧，幸运的是卡车司机安全无恙。警方提醒所有司机在驾驶过程中务必提高警惕，行经弯道路段时请主动减速慢行。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